那我面前的呢是前段时间刚发售的 Redmi Book Pro 15 2023已经被我肢解了。我们先来看配置处理器呢采用锐龙七 7840HS， 显卡呢是 AMD Radeon 780M 核显 RDNA 3核显架构16GB LPDDR5 内存，那依旧是6400的速度。硬盘呢是512GB PCIe 4.0 的 SSD， 那看参数属于换新之作了。机身呢继续沿用上代的设计铝合金一体化，表面陶瓷喷砂，质感依旧在线。整机呢重1.78千克，和上代基本差不多不过100瓦的适配器用上了这个氮化镓工艺，实测只有188克左右，加一起呢不到2000克，外出携带呢还算便捷那屏幕尺寸、分辨率、清晰度和上代保持一致，刷新率呢提升到了120赫兹，亮度也有提升，全屏最高呢是481尼特，那实测平均 Delta E 呢是0.67色准表现也更好，并且呢支持 DC 调光，那这块屏幕的综合素质在轻薄本里呢算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去它的内部看看。第一步，关机后翻至背面，那底面的设计和上代一致，顶部的一字脚垫呢可以有效避免出风口排出的这个热空气再次被进风口吸入卸下8颗固定后盖的螺丝，其中2颗靠近转轴位置的是长螺丝，其余呢都是短螺丝吸盘配合拆机片划开所有的卡扣，取下后盖，后盖呢是铝合金材质实测厚度呢是0.78毫米。硬盘的对应位置呢有导热硅胶垫，可将硬盘产生的热量传导至后盖散热。天线模组和两侧接口的对应位置都覆盖有导电布，进风口顶部贴有一小片的散热膜。内部结构和2022款呢完全一致上方呢是主板和散热模组，下方是电池，扬声器分布在电池两侧。那唯一的硬盘放置在了电池和扬声器之间。那如果能再给多一个硬盘位，竞争力呢会再上一个台阶散热模组采用双扇、双出、双铜杆设计，2根8毫米的铜管压1颗 CPU。第二步，拆解电池，取出电池接口进行断电，卸下3颗螺丝，取入电池。电池呢是4电芯设计，容量72瓦时，制造商呢是福建的飞毛腿第三步，拆卸主体部分，卸下1颗螺丝，取出硬盘。硬盘呢包裹有一层铝箔，从上代的 OEM 款呢更改为铠侠的 BG5，容量512GB PCIe 4.0×4的速率。那撕下上方贴纸可以看出，硬盘呢被有意拉长到这个2280规格，采用无 DRAM 缓存方案，主控和闪存分至两端，闪存呢是自家112层的 TLC 颗粒，实测速度表现一般属于 PCIe 3.0水平。撕下网卡上方的绝缘麦拉片，挑开2根天线，卸下螺丝，取出网卡。网卡呢是来自联发科的 MT7922，那支持 WiFi 6E 和160兆赫兹的频宽。取出缠绕在风扇下方的连接线，断开2个风扇的接口，撕下风扇和鳍片连接处的防漏风贴纸，卸下6颗螺丝，取入风扇。一大一小2个风扇都来自昆山平代电子，功率呢都是2.5瓦。风扇外壳通过热熔铸固定，无法拆卸。那风扇呢是83片扇叶的涡轮风扇，非常密集撕下热管上方的贴纸，拧松3颗螺丝，取出散热模组。那模组螺丝采用防丢设计 ，CPU 的对应位置涂有导热硅脂，内存颗粒和供电线路上贴有导热硅胶垫，核心和内存颗粒的间隙处呢覆盖有绝缘麦拉片，两侧的散热鳍片均使用铜合金材质。挑开主板上的所有连接线，卸下5颗螺丝，取入主板，清掉导热硅脂。看到基于台积电4纳米工艺打造的锐龙七 7840HS 8核16线程，核显呢是基于 RDNA 3新架构的 780M， 规格和上代基本一致，但频率提升到了 2.7G 赫兹。Cinebench R23 单核1700 AMD 传统异能了单核性能偏弱，多核15712，这个表现不错。显卡跑分 TimeSpy 2904分 ，Firestrike Extreme 3759分，那属于常规升级水准单烤 CPU 半小时功耗稳定在45瓦左右，核心温度呢是75摄氏度，满载下键盘区域最高呢是50.6摄氏度 ，WASD 位置是38.1那游戏方面，1080P 下几个主流网游都能拿下，相比上代
的680H，这颗7840HS啊，确实是不错啊，用更低的功耗实现了更强的性能，能效比提升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继续往下拆啊 ，CPU 上方是4颗来自海力士 LPDDR5的内存颗粒，那实测速度大家看图。主板上呢集成有实际的 C 口、HDMI 2.0接口和3.5毫米的耳机孔。那主板背面覆盖有一大片的绝缘麦拉片，麦拉片上还贴有大面积的散热铜箔，铜箔对应键盘位置，起到一个均热的作用，避免热量过于集中啊。那主板的 PCB 制造商呢为盛虹科技。挑开副板上的连接线，卸下3颗螺丝，取出副板。副板上集成有5G 的 A 口、10G 的 C 口、充电指示灯和 UHS 2规格的这个 SD 读卡器。接口方面呢，除去一个被充电器占据 C 口外，还剩1C 1A 啊。日常使用中，如果无线外设偏少的同学，用起来会比较局促啊。卸下6颗螺丝，取出天线模组。模组参考了 MacBook Pro 的设计方案啊，放置在出风口位置。撕下固定扬声器连接线的贴纸，取出左右2个扬声器。扬声器呢是3411规格啊，总功率4瓦。卸下8颗螺丝，取出触摸板。触摸板尺寸和上代一致啊。上方集成1颗汇顶 GT7863的触控 IC。卸下13颗螺丝，取出3个主板支架。那键盘背面是全覆盖的隔热膜。撕下隔热膜，键盘通过大量的螺丝固定啊。卸下所有螺丝，取出键盘。按键键程 1.3毫米，手感在平均线以上。那配备有全尺寸的方向键和4档可调的白色背光。卸下4颗固定转轴的螺丝，打开机身即可与屏幕分离。卸下2颗螺丝，取出盖板和开机键模组。开机键集成指纹识别功能。剩下的呢，就是 Realme 在这个系列上一直坚持的 CNC 一体成型机身了啊。实测 C 面0.82毫米，侧壁呢2.8毫米。铝合金的结构强度和整体质感稳定在线。好了，那拆解就到这里，整机有9种，共111颗螺丝啊，重4归位。那总体来看，这台 Realme Book Pro 2023上的这颗 R77840HS 能效比表现确实可以啊。上代呢是能玩游戏了，这一代显然可以更畅快。要是能忍受渣画质，玩个3A 也不是不行啊。那加上质感不错的外观设计和优秀的屏幕，首发价才4999啊，这还要什么自行车？当然啊，如果从内部堆叠上来看，确实可以再进一步。那既然核显表现不错，那就把轻薄本进行到底，可以来个超大杯至尊版啊，把多余的空间呢利用起来，加个 SSD 插槽，再多加几个实用的接口，相信也会有不错的产品竞争力啊。那毕竟是卢总嘛，期待下一代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欧斌，我们下期想拆再见。